大自然为了展现其强大的力量，总是频繁地通过各种灾害来彰显其威力。其中强烈的洪水就是大自然愤怒的明显表现，它不仅让人感到恐惧，还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破坏。本期影片，我们将与大家一起来追踪这些极端的自然灾害，了解这些灾害背后隐藏的秘密，看看这些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造成的。顺便说一句，在我们开始之前，别忘了订阅追踪自然灾害频道，以避免错过我们后期的精彩更新。在接下来的视频中，您将会目睹一些发生在中国的最令人震撼和壮观的自然力量。在强对流系统的猛烈冲击下，中国的天气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全国多个省份均受到了洪水的猛烈袭击。你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云南突发的特大洪灾现场，昭通市遭遇大范围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袭击，其中威信县最大降雨量达254.4毫米，刷新该地区自1958年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因暴雨多人失联，威信县罗卜镇黑龙村因暴雨冲毁2户房屋，5人失联。此外，其境内道路坍塌、受损及中断300余处，约1500辆汽车受损，大面积农作物受洪水覆盖，农民颗粒无收，500余头牲畜更是直接被洪水冲走，受灾民众苦不堪言。桥都不在了，房子都被俺完了。完了，今年不是庄稼是可泥不吃，那么不吃肉，也是不的，那是不吃肉的嘛。我爸爸说这种，我但是大家好了，你知道吗？天晴雨了，今天大家看下去。我都睡了好大心事，你们我看下去嘛，我说从哪儿嘛，我的天！看那个水哟，都长到冰河路来了，不要再下雨了啊！我的天！老天爷，老天爷，一个白下的，这个下的房子下塌，东西飘着的，不叫人活。老天爷，白下的呀，老天爷！你看这个房子下塌了，老天爷的白下。吓得那叫人咋过的，老天呐！瞅瞅，老天爷这个白瞎了呀，老天爷呀！如今灾情还在继续，我迫切想再次深入报道，让更多的人关注这片土地。现云南多地降雨量仍在持续刷新纪录，个别区域的最大雨量更是达到惊人的154.7毫米。其中，独龙江乡龙源村水位站的数值更是出现自建站以来的最高水位，超保证水位0.26米。现在洪水仍然在肆虐，一栋建造在沿江的房屋直接被冲垮。据中共官媒报道，由于当地政府及时开展了有效的疏散工作，此次灾害并未出现任何人员伤亡的情况。这样的报道真的可信吗？恐怕还是有待考证。毕竟中共一直都有着虚报灾情的传统美德。What the fuck？ 持续的极端暴雨不断突破临界点，洪水裹挟着泥沙巨石的泥石流肆意奔涌，不仅让更多道路以及建筑在灾害中损毁，更让原本紧张的救援行动雪上加霜。这场远超预期的自然灾害正在牵动着无数民众的心弦。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你看哈，这儿天让自己给遇到了。哎呀，天，这墙子冲到了，天，这墙冲到了，天，直接从山上从一楼穿过去，你看这人些，这些全部船撞在一起，哎呦天！哎，这个鸡蛋不得了啊！这个长着或者是翻汤覆水了，啥子都冲，哎，这被子冲击跑了，这哪家被子都冲击下了，哎呀，这个鸡蛋不得了，这瑞丰的门口啊，你往这鸡蛋，要摩托车都冲翻下了，这个鸡蛋马上车子现在全部震安了，行，好的证据好的往上涨，货个好的往上。浑浊的洪水退去后，留下的是一片狼藉的疮痍，曾经熟悉的家园成了泥沙覆盖的废墟，断壁残垣在风中摇摇欲坠，仿佛一场无声的浩劫刚刚落幕。水面退去的地方，露出的不是生活的痕迹，而是被撕裂的日常。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处痕迹都刻着灾难的重量。而镜头转身后，那些从废墟中站起来的身影，正用影像记录下这一切，不是为了沉溺于伤痛，而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即便满目疮痍，希望也在慢慢扎根。接下来，
就让我们跟着灾民的镜头走进这片正在苏醒的土地。这是我的城市，灾难过后的城市，凌晨的城市。现在最严重的这条街，然后路面的一些店，然后现在商家在清理那些垃圾，然后进行消杀。这里是就是微信同心园超市这里受灾比较严重的地方。你看，这是一家衣服店，对，都淹了很多。对，说你们今天从几点开始清理嘞？家里边走的就那么个缩样子了，现在又给我一水也的是嘛么了，就因为，我还想着吧，这个房子应该好着呢，它该进水还进的不要紧，这看哈上面没开了，没进水才怪呢。我就是从这儿出来的，这是我的真的唯一的逃生出口。我很感谢朱家我叔叔和上边的邻家，是他们把我真的就得从鬼门关把我给拉回来的。我很感谢我叔和上面邻家，真的，我叔用全身力气把这个拉开，我就从这个小口出来的，爬出来的，太恐怖了，太吓人了，死里逃生，太恐怖了，想想都害怕，永远忘不了我叔上面邻家真的救命之恩，永远忘不了。万幸的是，我老公娃娃老人都在家了，都在老家了。如果我老公在的话，就必死无疑。这是平江洪灾后的第2天，太阳也出来了，好像一切都归于了平静，但我们的家园后面留下了一片狼藉，以及老乡们的无助无奈的心情。3年的疫情，死里逃生，本来不富裕的生活，现在经过这次洪灾，更是雪上加霜，人们损失惨重，有的甚至是倾家荡产。昔日繁华的街道，现在却是一片狼藉，让人心痛至极。然而，在中国各大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占据头条的不是正在发生的洪灾，而是某位明星的出轨八卦，或者某地发生的猎奇丑闻，仿佛这些娱乐花边比正在泥泞中苦苦挣扎的灾民还重要。也有民众将洪灾现场的影像分享到社交媒体上，想以此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然后影片还没发出去就被下架，原因是造谣，如果不听劝告，再继续将灾区影像资料上传到网络上，将会以寻衅滋事罪论处。在这场灾难发生之际，中共所做的却不是调动资源全力救援，而是精准操控舆论走向，让公众的注意力被刻意引导。洪灾就像是一场平平无奇的天气插曲，被官媒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实际上，这场灾情的严重程度远比主流媒体呈现出来的要惨烈得多。我们先来看看当地网民冒着被公安刑拘的风险拍下的真实影像画面。连续2天的暴雨都能酿成这个样子，决堤了，房子已经被淹了一堆。朋友们，你们看我们这金梁铁桥下面河坝头，车子都干了，货车都干了，脑壳顶顶都干完了，小车都浑子干完了2个。你看嘛，开不动了，好大的水哟！管子的水位还在厕所上涨啊，看到涨。家伙，熬完门口的，长南云小桥已经淹没。灾情已持续数日，民间救援队早已奔赴一线，但地方官员却迟迟未见踪影，连部队的身影也不见一丝。我甚至不得不开始怀疑，对他们来说，这场灾难根本就不值得花哪怕一丁点精力去关注。全国的观众们看一看啊，前几年花了上千万改造工程啊，一下雨就淹了啊，大家都看一看啊。看我们小区后面都淹了，看见没？车子都淹在水里面了。我现在回家，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家。几天之后，救灾物资终于送到了灾区，但真正荒唐的是，这些物资似乎不是给灾民救急的，而更像是用来清仓的。看看这个短片，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你看是什么玩意儿？我要大高接上，我这拿着点，我让人瞅着。别说我们不要这虎这有这个玩意儿。面对已经饿了几天，身上没一件干净衣服的灾民，有人竟然捐了一大堆高跟鞋。请问这是用来填饱肚子，还是方便他们在厚厚的淤泥里优雅行走？现在我们这个淤泥的厚度差不多有这还是有40公分的厚度啊，40公分厚度，这还是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店子里面都是一片狼藉，没得办法去形容了。现在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很严重的。看啊，我们这现在慢慢的新的好的东西都往楼上搬了。事件曝光后，官方的回应如出一辙，
这是个人捐赠，与机构单位无关。他现在所有的物资不是说的都捐赠到慈善总会，现在说缺帐篷、床和棉被褥。我建议首先不要捐旧衣服，因为这旧衣服会涉及到有一些传染源。还有一个问题，衣服啊有大有小，老百姓拿到这衣服他穿着不合适，就涉及到一个资源浪费的问题。按照中共在处理公共事件上以往的惯例，总之一旦出了问题，背锅的永远是临时工。这不禁让人怀疑，所谓的救灾物资是不是在半路上就被调包了呢？如今真正值得信任的捐赠渠道越来越少，那些心怀善意、想要实实在在帮一把的好心人，不得不自己背上物资，亲自赶往灾区。这一去，该看的不该看的都看到了。我们来看看一位爱心人士记录的画面。这个地方比较远，要翻山越岭啊，翻过一个大山才到他们这儿。知道的人比较少，所以说呢，咱们直接就来到这儿了。这块的老百姓呢都组织完了，一会儿我就一个要求，亲手交到老百姓的手里。这个村是特别严重，20来户，只有一家还算可以，剩下全部都特别严重。这家有个老太太不幸遇难了，没跑出来。没了，还有这个里头。你没事啊？我现在有多少袋吧？你有多少户？得有60多户。你要60多户，一家出一个人来领一个目的，就是必须发到你们手里，每家每户，不用通过，我不用通过。但是这要不然，我现在感谢你，我必须要玩这个话。没事，爷们儿。不，那不行，没事。就说一家出一个人来拎就行了。你们人不都没事吗？人没事比啥都强，人没事不比啥都强，就暂时困难啊，暂时困难咱挺过去就完事了。我也不知道咱是哪儿啊，我也是老百姓。去年我们五常也受灾了，比你们这还严重呢啊！所以说大家不用说客套话，就按家按户，一家出一个，能拎动的拎动。对，说这家说谁都拎不动，告诉我一声，我派人给你们送过去。啊，谢谢。完了，一会儿咱们是怎么排队？你们看着排，往这边排，啊，这么排成一条道了啊。一户一个人，分出来，写上名，谁家出一个人，一发。对，哎，咱有秩序的，不着急，都够啊，绝对是够。你家就来1人啊，就这样，谢谢。好，来吧，咱现在排队，叫啥名都知道哈。这是做爱心的，不是政府的。啊，我是老百姓啊，我不是当官的啊。我是你们领导。你当官的没来过吗？当官才过来，没事，当官好像。才过来在那里。对，乡长搁那边才过来呀，这是。你们村领导来了，我村领导来了。村领导来了就找你村领导啊，我就是老百姓，我给你们献爱心来了。那谢谢。这个短片看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对媒体的信任，失去对政府的信任，因为他们给大众展现的正是被刻意美化的繁荣景象。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宣传方式是对生命的漠视，是对苦难的亵渎。对于那些正在洪水中挣扎求生的百姓而言，这样的冷漠和伪善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你看看老城区有多惨哦，全军覆没，全部是水浸起我们的招牌楼顶，每一户的商户啊都是惨不忍睹，全军覆没，真的是接近，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用的，好多都是门窗口裂了。那今天是已经清理过很多次了啦，今天来水了，漫街臭气熏天的那种。地面今天来水了，冲走了一点，这里好了，昨天全部是泥的。就是我们清理过了，昨天清理1天，今天清理1天了，还是这个样子。这个是隔壁邻居，随着洪水继续肆虐，许多人面临的不仅仅是眼前失去家园的痛苦，还要担忧未来重建的艰巨任务。恢复正常生活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而在此期间，受灾地区的人民将承受巨大压力和挑战。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损失难以估量，灾后重建将是一场艰难的持久战。三峡大坝泄洪的惨象再次让世人见证了自然的威力与人类脆弱的抗争。
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国的防洪系统将面临更多考验，而无数人的命运也将在这场洪灾中被重新书写。最后，希望朋友们通过影片回顾这些事件，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要尊重自然，因为它可以展示其强大的破坏力。本期影片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一起去追踪自然灾害。